English is a globally universal language, and knowing English can take you anywhere in the world. But do you know the history origins of English?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English can make your English learning more systematic and enable to learn English better. Hi everyone, I'm teacher Juzi. This channel focuses on English learnings. If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here, subscribe and hit the notification bell so you won't miss out on the latest updates. 嗨，大家好，我是橘子老师，欢迎来到我的英语学习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就请订阅我，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有最新的更新，你就不会错过哟。英语是印欧语言，具体来说是日耳曼语组的一部分，与德语、荷兰语和瑞典语等语言同属。在公元5世纪初，统治英格兰长达400多年的罗马人撤离该岛，填补这一真空的是来自丹麦和德国北部的一些日耳曼部落，逐渐取代了曾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凯尔特和罗马不列颠文化。凯尔特语使用者聚集在威尔士、苏格兰和康沃尔，而现在我们所知的苏格兰地区成为了德意志文化。英国的日耳曼民族尽管来自多个不同的部落，最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成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随着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他们的许多王国中说一种我们现在称为古英语的语言，古英语与我们现代的语言完全不同，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几乎是无法理解的。虽然古英语现代人无法听懂，包括英语是母语的人也无法听懂，但我们最常用的一半词汇来自于这种盎格鲁撒克逊语，像 water、child、ear、talk、the 等词基本上都来自于这种古英语。现在的古英语并不是一种静态语言，没有语言是静态的，但英语历史上的主要变化大多来自于外部而非内部。对英语的首次重大变化始于公元8世纪的维京人入侵，来自挪威和丹麦的维京人入侵了英格兰北部，甚至建立了一个名为丹麦法的王国。这些维京人说一种称为古诺尔斯语的语言，它是现代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祖先。它对英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汇上，像 sky、by、law、head 甚至 they 等词都来自于古诺尔斯语。1066年，后来被称为征服者的威廉侵入英格兰，率领他的诺曼军队在哈斯丁斯战役中成功征服了英格兰。这些诺曼人现在是英格兰的统治阶级，说一种古法语方言，这种诺曼法语成为了王室的语言，而古英语继续作为农民的语言。大约100年后，这两种语言开始融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中古英语。如果你曾经想过，为什么英语一种日耳曼语言会与西班牙语或法语等罗曼语言有这么多同源词，这就是原因所在。30%或10000个英语单词源自于法语，所以我们发现西人会好几种语言不以为奇，因为会英语再学其他欧洲语言就很容易。早期的现代英语，16世纪初，英国开始探索并随后建立了一个帝国。19世纪时，英国帝国覆盖了地球1/4，控制了几乎1/4的地球居民。英国的传播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进一步改变了英语，主要在词汇领域，来自英语殖民地的新词汇以及为新技术创造的新词汇，使英语词汇量迅速增加到了今天的水平。此外，英语的传播也创造了许多英语变体，其中最显著的是在北美，那里的英语发音定型了。标准美式口音实际上比大多数现代英国口音更接近莎士比亚的口音。由于美国流行文化在世界各地的成功，美式英语尤其具有影响力。今天的英语仍在像过去一样不断的发展，每年都有新词汇被添加到词典中，同时许多的老词汇不再被使用，英语语法也在改变，将继续改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后会有一些新的词汇不断的出现，就像汉语一样，
最近几年也不断出现了新词，也许几百年后，你现在说的语言将对未来的英语使用者听起来与我们听古汉语或者古英语一样陌生。Well,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about the historic origins of English language. Enjoy my channel. Please forward it to your social circle. A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ave them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